我叫沈依晨，我爹我娘是吃古玩这碗饭。10年前的除夕夜，他们死在我眼前。那一天，我以为自己也活不成。晨，下井，不管听见什么，不许出声。玉面佛，神笔圣手，哼，当王的人就是这个下场。爹娘死后，我像乞丐一样活了7年，每天晚上睡在码头仓库的草堆里，没人管我，我也不需要人管。我见过他，这半年他每隔几天就会从这里经过，每次都看我3秒。每天都又累又困，今早赶紧休息。是他，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你爹沈怀瑾藏过一批东西，在哪儿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叫苏清瑶，你娘林墨染临死前给我父亲写过一封信，说那批东西的下落只有你知道。吴儿臣，见此信者可托付。跟我走，我能教你本事，也能帮你找到杀你父母的人。东西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它在你脸上。你娘把一张羊皮卷缩微后植入了你的眼睑，需要特殊的光线才能看见。走不走？你爹沈怀瑾，行里人叫玉面佛，鉴宝的眼力100年难遇。你娘林墨染，神笔圣手，装裱修复的功夫独步天下。你爹娘手里有一本账册，记录了这些年被偷运出海的国宝去向。有人想要这本账册，所以是那个手上戴玉扳指的人。你看见他的脸了吗？没有，只看见他的脚和靴子。那还不够，你得能认出他，从声音，从习惯，从任何蛛丝马迹。这是从你娘身上找到的，凶手留下的。这朵花叫英文。我一定会找到他。那天以后，他带我走遍大江南北，教会我古玩行里的各种本事。蒙起眼睛摸瓷片，感受不同咬口的釉面，锻炼触觉的感受力。听100个人说话，然后复述其中1个人的完整对话，强化你的记忆力和听力。明代竹纸有酸味，清代棉纸有甜味，每一种物品的味道也各不相同，来锻炼嗅觉。除了这些，还得练好身手和胆量。最后是他爹娘的绝技。你娘那手拈花佛手能火中取物，靠的不是蛮力，是速度和对温度的感知。从今天起，你每天把手伸进开水里捞铜钱，什么时能倒出10枚不受伤，什么时候算入门。再来。最后一样本事，变心。变心，古董是人做出来的，作假的人有他的习惯和破绽，收藏的人有他的贪婪和恐惧。你能看穿器物，还得看穿人心。这些人里面有你杀父仇人的同伙，你需要找到他们，利用他们，最后找到那个人。殷先生。对，殷先生。这是你娘留下的，里面有我这些年查到的所有线索。你出师了。青瑶姐，不用谢我。当年我父亲奉命护送一批故宫文物南迁，途中遭土匪袭击，是你娘只身闯入匪窝救了他一命。我只是还你娘的人情，你要当心，古玩行里有3种人不能信：对你说保真的，对你说漏价的，对你说兄弟的。
因会核心已转移至上海，秦伯年为上海代理人，此钱为你父亲的信物，持此钱可联系上海旧部。上海滩，去会会吧。各位爷，青皮橄榄50块一个，开出鬼眼纹我100块回购，开出双瓣花500块，开出满天星1000块。来，把这俩给开了。运气好像不太好哦。晦气。这位爷，您闻什么呢？青皮还能闻出花来。您这批货里有5枚做过手脚，表皮刷了一层风蜡，看起来新鲜，里面的核已经裂了。左边第3、第5、第7、第10，还有您右手边那枚都是有问题的。别的客人买走了，你就说手气不好。小兄弟，哪条道上的来砸场子？路过看不惯，我想赌一把，我挑1枚当场开，开出来如果是满天星，您给我1000块，外加您这摊上那尊沾着土的小铜佛，这枚铜钱先压在这儿，输了归您。那是前朝御赏的铜钱，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。这小子是什么来路？好，您挑。这位爷，敢问尊姓大名？不值一提。跟上去，看看他住哪儿。唐代鎏金铜佛，藏在橄榄湖滩的当镇仪，真有意思。沈先生是吧？鄙人周鹤亭，开古玩店的。萧小姐让我来看看您。看什么？看您手里那尊铜佛。萧小姐说她看走了眼，愿意出5倍的价格买回。不卖。10倍。您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唐代鎏金佛。不是一般的唐代鎏金佛，它是武则天时期皇家寺院大云寺的供奉物，底座应该有铭文。沈先生，这东西不能留在您手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和上海滩的一个大人物有关，那个人正千方百计要找他。那个大人物手上是不是带着1枚玉扳指？谢谢您告诉我。殷先生，你在上海滩。沈先生，打扰了，有位慕容家的小姐托我带个话，想请您过府一训，帮忙看几件东西。慕容家，我不认识。慕容家是上海滩的纺织业巨头，慕容老爷子酷爱收藏。昨天我跟慕容小姐提起您的眼力，她特别佩服，特意让我来请您，这是她的名片。慕容小姐说了，不管东西真假，都给您500块鉴定费，您就当帮我个忙，不然我没法交差。沈先生，周老板说您是古玩行里少见的高人。过奖，您找我来是看什么东西？我爷爷最近迷上了收藏，花了几百万买了一批东西，但我总觉得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卖家说这些是清宫旧藏，可我爷爷的一个老朋友看了一眼就说不对。我不敢告诉我爷爷，怕他受刺激。这批东西里有3件是真的，其余全是高仿，仿得不错，但犯了几个梯级错误。哪件是真的？那个，别的都不用看了。这块玉是真东西，宋代曲虎佩，但您爷爷应该不是因为它值钱才买的，这是慕容家祖上的东西，
您爷爷买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收藏，是为了找回祖产。您怎么知道？赤虎片背面的铭文是景佑2年慕容氏奉主制造。慕容这个姓应该是北宋名将慕容延涛的后裔。沈先生，求您帮我找出骗我爷爷的那个团伙。放心，他们很快就会来找我。慕容老爷子买的这批假货，背后一定有秦伯年的影子。周鹤亭是秦伯年的人，他把我引荐给慕容锦，恐怕不只是为了鉴定费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还是去周鹤亭的聚宝斋看看吧。那里是秦伯年在民间的一个重要据点，说不定能找到更多线索。周老板，听说您这儿来了位小神仙。陈老板说笑了，这位是沈先生，确实眼力不凡。沈先生，这东西您怎么看？商晚期，真品。那您再看看这个。永宣青花，假的。您都没上手。永宣青花用的是苏密沥青，高铁低磷，发色浓艳，有铁锈斑。您这件用的是国产青料，锰高铁低，发色灰暗，画工也不对。永宣时期的缠枝莲纹是一笔画成，您的这件勾描了3次，有重叠痕迹。沈先生，陈老板是行里的老人，这东西他也是帮人问的。替谁问的？秦馆长，上海滩博物馆的秦馆长。哪个秦馆长？秦伯年，秦老。麻烦您带句话给秦馆长，就说有个姓沈的小辈想和他一起吃顿饭。年轻人，你就是沈逸晨，陈老板把你夸上了天。秦馆长过奖。听说你一眼就看出了那只青花盘是假的。是。那你再看看我壁柜里的这件什么年份？不用看，那件元青花梅瓶是真品，但瓶身上的龙纹是后天的，原作应该是凤纹。您用现代手段把凤纹磨掉，改画了龙纹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当然。我还知道您往海外倒腾的文物不止这些。你父母是谁？您觉得呢？年轻人，有些事儿不是你该管的。该不该管，不是你说了算。秦馆长，您那枚玉扳指还带着吗？你疯了！秦伯言是什么人？你去捅那个马蜂窝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直跟着你，你别管为什么。这是我查到的，秦伯年下个月会在一艘公海游轮上举办一场地下拍卖会，全是从各地流出来的国宝。公海没人管得了他，所以他选那儿。但有一个机会，拍卖会上会有10件压轴品，其中1件就是你爹当年追查的那本账册的原件。你怎么知道账册的事？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查殷先生？我爹就是栽在他手里的，我萧家不过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。我需要你，你也需要我，要不要合作？走，去我家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这是我爹留下的，他花了一辈子查秦伯年。你爹现在？3年前意外死了，车祸，刹车被剪了。
秦伯年的势力比你想象的大得多，他不仅是上海滩博物馆的馆长，还是东亚文物协会的会长。他在海外有10几个账户，名下控制的拍卖行有5、6家。那艘游轮叫什么？樱花号。游轮上有个规矩，每个买家都要戴面具，用代号。我帮你弄了一个身份，但有一个问题，上船需要信物。什么信物？一件能证明你够格的古董，不是钱多就能进的，必须是你亲手从古玩市场里淘来的真品，证明你有眼力。这个够不够？武则天时期，大云寺的东西够，太够了。准备上船。樱花号后天从上海港出发，在公海停3天，每个买家可以带1个助手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一个人更方便。你知道那艘船上都是什么人吗？走私犯、黑市大佬，甚至还有日本人。你一个人……我有这个。这到底是什么？你那天赌秦皮不是已经押给我了吗？我赢了，自然要拿回来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她说这东西比一把枪管用。你爹查了这么多年，有没有查出秦伯年背后还有人？有，秦伯年只是前太，真正的殷先生另有其人。什么意思？秦伯年手腕上的樱花纹身是下属的标志，真正的主子从不露面，只用信物传令。我爹死之前最后查到的线索，那个信物是一只玉扳指。那只玉扳指刻着什么？樱花，但不是1朵，是3朵。记住，你在船上的代号叫藏山，这尊铜佛是你进场的凭证。到了船上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藏山先生，您的房间在 B 层7号，拍卖会今晚8点开始。伤亡预测，这东西不是应该在国家博物馆吗？第1件拍品，北宋汝窑天青釉碗，起拍价2000万。8000万。那枚戒指是玻璃种的，但这种绿是做色。这个人我见过，在那张照片墙上。第2件拍品，明代永乐年间铜驴金观音寺，起拍价3000万。藏山先生，有位客人想见你。藏山先生，不，我应该叫你沈逸尘。秦馆长眼线不少，
你拿着那尊大云寺铜佛上我的船，不就是为了见我？对，我想问您一件事。说。那本账册的原件，这次拍卖的压轴品，您是从哪儿弄来的？那是我收藏了20年的东西。撒谎！那本账册是我爹写的，我娘把它藏在了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。您的这本是假的，所以您手里到底有没有真账册？还是说，这本假账册本身就是一个鱼饵？好一个沈逸尘，难怪你爹娘当年敢跟我对着干。您承认了？承认什么？我只是一个古董商人，账册的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想要它。沈逸尘，你站在谁的船上？我站在我自己的船上。果然，这间屋子有屏蔽。账册已经验过了，是真的。那船上的那本假的，就是用来钓那些不听话的人。哼，你们说那个姓沈的小子会不会上钩？账册有2本，一本真的，一本假的。真账册在船上某个地方，假账册在拍卖会上。今晚午夜 C 层仓库，真账册在这里。来的时候一个人。他居然会上船了。纸条是陷阱 ，C 层仓库今晚会有清理。我知道，但他们清理的目标不是我。那是谁？那个戴黑色面具、手上戴假翡翠戒指的人，他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在那边，快追！仓库门被锁死了。经手船运，藏于谁撕的？这里面有几十年来从中国流失到海外的珍贵文物，包括时间、渠道、经手人、最终去向。秦伯莲的名字竟然出现了10几次。各位贵宾，接下来是今晚的压轴品 Lot 伤亡预测，起拍价1亿、5亿、6亿、7亿、10亿。10亿1次，10亿2次，10亿3次，成交。我是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顾问，这件商榜预测将回到它该去的地方。那件预测是假的，赝品。你说什么？真正的伤亡预测在京都博物馆的地下仓库里，被你们日本人在1937年抢走的。这件是按着那件的照片做的高仿，但作假的人犯了一个错误，他把伤亡的名字刻错了。这里刻的是祖甲，但真正的伤亡预测上是祖庚。祖甲是祖庚的弟弟，差了整整1代。你们抢走的东西连名字都没看清，就做仿品。先生，口说无凭。这是我父亲10年前写的记录。1937年，南京沦陷，
日本人从中央博物院抢走文物1200件，其中包括伤亡预测。这一页有当时的目击证人签名。沈一晨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在讲真话。你毁了我的拍卖会！您的拍卖会，秦馆长，这艘船的主人是谁？您心里清楚。各位，过半拍品是走私文物，秦伯年里应外合，征品运出，赝品运回，两头吃。你找死！忘了告诉你，离这艘船3海里外有一艘海关缉私艇，我上船前已把坐标和清单交给海关。秦馆长，您的樱花号该靠岸了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，沈一晨？你太天真了。我没觉得结束了，这才刚开始。账册你拿到了又怎样？最后几页被撕掉了，你永远找不到它。我知道，那几页被你撕了，但你知道谁有副本？那本账册真能扳倒他吗？扳不倒，账册最高只到秦伯年，他背后还有人。所以线索断了。撕掉那几页的不是秦伯年，是他上面的人，那才是殷先生。回上海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父亲记录的这些渠道，从国内盗掘到走私出境，再到海外拍卖，环环相扣。对，他的上游是谁？账册里没写，但他经手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点。什么？最终买家都是日本的公司或个人。这件青铜器去了大阪的藤田美术馆，那幅画去了东京的山口家族，这座佛像去了京都的指恩寺。所以背后的组织在日本？不是在日本，是日本人。你是说殷先生是日本人？这块玉是和田籽料，雕工是清宫造办处的风格，但它上面的樱花纹是日本江户时期的纹样。一个中国人不会把樱花刻在玉扳指上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找到那个日本人。我明天去看看秦伯年。你来做什么？看我笑话？我来问你一件事，那本账册最后几页是谁撕的？是日本人吧？他在组织里叫殷先生。你找不到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死了，5年前就死了。以为我是在替活人做事？不，我是在替一个死人做事。他的儿子接了他的班儿，那几页账册是他儿子撕的，为了不让你找到他父亲的老巢。他儿子叫什么名？他儿子化名叫林世荣，人在上海滩。就算你知道，你也不可能找到他。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世荣，35岁，上海滩知名的书画修复师，在法租界开了一家修复工作室。一个书画修复师，在日本组织里继承父亲的位置，化名潜伏在上海滩，用修复工作室作为掩护。听起来不合理，但放在他身上又刚好说得通。你要去见他？现在就去。安全吗？不需要安全，需要证据。
预约了吗？没有，来修东西的。这尊佛底座有裂，您能修吗？大云寺的东西裂痕不深，可以修，3天会来取。多少钱？500块。这个胶水和那件假伤亡玉册有同样的气味。你是说修复那件假玉册的人就是林世荣？不是修复，是做旧。他专门给赝品做旧，让他们看起来像真品。秦伯年走私出去的文物里，有一部分被替换成了林世荣做旧的赝品，真品被截留，卖给更高的出价者。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做假古董？因为他要的不仅仅是钱，他要的是控制渠道。只要那些海外的博物馆和藏家认为他的修复能力天下第一，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把真品送来给他修复，他就有了接触甚至调包的机会。那我们现在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他做的赝品技术太精，几乎看不出破绽。除了那批胶水，他用的胶水是他自己配的秘方。如果我能找到他配胶水的原料来源，就能把这条线连起来。手艺真好，过巧。您这胶水是什么配方？我也开过修复店，没见过这种。祖传的，不外传。那您走上时，你在查我？不是查，是好奇。你叫沈一晨，我知道你。林伯年的案子是你捅出来的？是。你胆子很大，您胆子也不小。这是我的私人电话，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东西要修，直接找我，别走前门。谢谢。兄弟，啥事儿？帮我盯一个人，林世荣，书画修复师法租界，查他每天去哪儿，见谁做什么。这好办，包在我身上。小心，这个人不是一般人。放心，我小石头别的不行，溜门撬锁是一把好手。你就是沈一晨？是，你是谁？我姓冷，道上的人都叫我冷姐。上海滩地下的事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您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上海滩没有我找不到的人。你最近在查秦伯年的上线？您也知道秦伯年？我当然知道，他欠我一条命。我男人是被秦伯年害死的。10年前，他帮秦伯年运一批货出海，半路船沉了，不是意外，是秦伯年在船上动了手脚，灭口。所以你一直在盯着秦伯年？盯了10年，可惜我没你那么多本事，只能做些上不了台面的事。你要查的那个人叫林世荣，我查过他，他是日本人，本名叫山田正雄，他父亲山田一郎就是秦伯年的上线。山田一郎呢？死了，5年前心脏骤停，但我不信。您怀疑？山田正雄接了他父亲的班，我怀疑是他杀了他父亲。就是那儿，门口有保镖，会员制，我没法混进去。你留在外面，我试试。请出示会员卡。我是林世荣先生的朋友，他约我来的。有位沈先生说是林先生的朋友。
沈先生，您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名片背面的水印，您不是故意让我看到的吗？请进。这是另一个地下交易场，比樱花号更私密。这是我在上海的朋友们的聚会，每周一次，交流藏品，也交流信息。交流什么信息？谁家的货好，谁家的价高，谁家的渠道安全。沈先生，我知道你在查什么，我也知道你为什么查。那您不介意？介意，但我觉得与其让你在暗处查我，不如把你请到明处，这样你反而不会乱来。您不怕我把这里的事说出去？你不会，因为你还没找到你想要的，而且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你能轻易动的。所以您到底想要什么？钱、权力？我要的是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国宝都经过我的手，不是为了占有，是为了掌控。谁想买得问我，谁想卖也得问我。您是把自己当成古董界的中央银行了？差不多。那您一定知道那本账册最后几页的内容。那几页我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父亲在上面记录了他在中国境内的所有联络人。如果那几页落到你手里，那些人都会死。不是死在你手里，是死在我父亲的对头手里。所以您是在保护他们？我是在保护我自己。那些人现在都是我的下线，没有他们，我的网络就断了。那您父亲呢？他怎么死的？这个问题你不需要知道。沈一晨，我给您一个忠告，不要再查了。你已经拿到了账册，秦伯年也倒了，收手吧。如果我拒绝呢？那您就会知道我比我父亲更狠。回来了，那个日本人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有。那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聪明、冷静、有野心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他不像他父亲，他父亲是为组织做事，他让组织为他做事。我查到他下个星期会去一次苏州，有一批新出土的青铜器要经他的手。从哪出土的？苏州附近的一座春秋墓，盗掘的，东西已经路上了。他们怎么运？走水路，从苏州运河到上海，然后用渔船送出公海。我要拦这批货。你一个人？还需要您的帮助。好，我帮你去拦。就是这条船，从墓里出来的货，先用货车拉到苏州，再换船走运河。有多少人？船上2个，岸上还有2个放哨的。哨我来解决，您盯着船。别杀人，我还要从他们嘴里挖出上线。别动，谁动谁死。春秋晚期，吴越风格，这东西要是出了海，至少值500万美金。谁让你们运的？不知道，我们是拿钱办事。一个叫老吴的人说送到上海16堡码头，有人接。老吴长什么样？50多岁，胖，左脸有颗痣，说话带苏北口音。这批货我先带走，回去告诉老吴，货被水警查了，
让他自己掂量。这锈不对，是做旧的。什么意思？这批青铜器不是盗墓出的，是有人故意放进墓地里的赝品，然后又倒出来，目的是为了让人像他们是真东西。谁这么无聊？不无聊，这叫养货。先把赝品埋进古墓，过个3、5年，等土沁和锈印自然形成后再挖出来，到时候连专家都可能打眼。所以这批货是假的？不完全是，但这批货里混了3件货和假货一起卖，买家以为自己买了整批，实际上掺了沙子。这手法你见过？林世荣，只有他的手艺能把假货做得这么快。这批货不能动，我们要让它沉掉，不能到上海，但也不能让林世荣知道是我们劫的。你有办法？有，放火烧船，制造意外。兄弟，你让我查的那个老吴，我找到了。人在哪儿？16铺码头一个搬货的头，苏北人，左脸有痣。我今天早上跟踪他，他去了林世荣的工作室。好，老吴是林世荣在码头的眼线。现在货烧了，他一定会去找林世荣汇报。我们盯紧他。盯他有啥用？他会带我们去见林世柔的下一个买家。这什么地方？林世如的后门仓库，之前是法商的货柱，后来被他买下了。林先生，火烧了，但那个姓沈的小子最近一直在码头打听我。姓沈的，沈逸晨。对，就是他。不用管他，他烧的货本来就是不值钱的，真正的货已经走了另一条路。咱们，你去香港待一阵子，等我消息。咋样？林世荣是故意让我接下那批赝品的，真正的文物已经从另一条路运走了。他说的另一条路是哪条？水路走不通，就走陆路。林诗荣在租界里有关系，他可以以外交豁免权的名，用领事馆的车辆把货运出去。哪个领事馆？日本。这是上海日本领事馆的文化参赞山田大介，山田正雄的叔叔。他有没有参与？一定有。领事馆的车辆进出不受检查，把文物藏在车里，从上海开到宁波，
再船运到日本，天衣无缝。那我们就盯领事馆的车。太难。领事馆的车队每次都有日本宪兵护卫，我们不能硬碰。我不需要硬碰，我只需要知道他们下一次运货是什么时候。下周3，山田大介要回东京述职，他可能会带一批外交行李回去。那就是我们的机会。中间那辆。樱丸，又是樱花。箱子里不是瓷器书画，是青铜器。青铜的比重比木头瓷器大得多。那怎么办？货已经上船了，明天一早起航。今晚动手，把箱子里的东西换出来。那边一直有人值班，差不多20来人。从水边绕过去，仓库后面有一条旧排水渠，可以接到仓库下方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昨晚已经把这条路看过一遍了。成了，成了，这批货走不了了。为王5年，吴王光柱，这是吴王阖闾时期的器物。春秋争霸的见证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批东西不能砸手里，也不能还给林世荣。还给国家。你知道上交的后果吗？会打草惊蛇，林世荣知道是你干的，就会鱼死网破。我不需要上交，我只需要让一个人知道这批东西在我手里。谁？山田正雄。我要用这批货换他手里的那几页账册。您从哪儿弄来的？您认得这个？这是我上周送走的东西。对，现在它在我手里。先生，
您比我想象的还要有手段。那几页记录，我需要。我说过，我烧了。您在撒谎。您这样的人，不会烧掉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。那几页账册在您手里，是您控制那些下线的手段。您说对了一半。那几页账册不在我手里，在我叔叔手里。山田大介。那我们就做一个交易，这批货还给你，您带我去见山田大介。您不怕死？怕，但我更怕查不到真相。好，后天晚上山田大介在虹口樱花阁宴客，我带你进去。山田先生在最里面的包间，进去之后不要主动说话，听我说。郑雄，这位是？叔叔，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沈先生，他有一批货想请您过目。沈先生坐。什么货？这一件东西我见过。是的，他本来应该在英丸号上。郑雄，你先出去。沈先生，你想怎样？我想要那几页账册。什么账册？山田一郎留下的那本正账册的最后几页，记录他在中国境内的联络人。你怎么知道那几页在我手里？那您可以试试看山田正雄知道他父亲是怎么死的之后，还会不会叫你叔叔？上海银行 B23号保险柜，密码是您母亲的生日。谢谢。英印文印进之主山田一郎，继任者其子山田正雄。拿到了，但还不够。还差什么？我要找到山田正雄亲手参与文物走私的直接证据，不是通过他的叔叔，不是通过秦伯廉，而是他自己。这个印章就是他给每件被调包的文物盖的认证书。我只要找到一件他盖过章的正在海外流通的文物，就能证明他是伪造链条的核心。那去哪里找？香港。他父亲山田一郎在世时在香港建立一个中转站，那批货里有一件是已经被他盖过章的，我亲眼见过。订去香港的船票。沈先生，我是陈叔派来的，请跟我来。哪个陈叔？您来香港找什么人？当然是做古玩生意的人。沈先生，久仰，我是陈万仓，在香港做点小买卖。陈叔，我这次来是为了找一件东西。我知道那件盖了英印的东西。别惊讶，上海滩的古玩行没多少秘密。你劫了林世荣的货，又把账册从山田大介手里弄了出来，这些事儿该知道的人都知道。但您也知道，我要找的是哪件东西？ 5年前，山田一郎死之前，有一批货从上海运到香港，其中有一件商代青铜雷，盖上打的火漆是英文印。这批货后来被一个日本人买走，那人叫松本孝弘，大阪的收藏家。东西还在松本手里？不，松本去年死了，他的藏品被送拍。那件青铜雷下个月会在香港苏富比上拍。谢谢陈叔。不用谢，我帮你是因为我儿子10年前在上海替山田一郎做事，后来被灭口了。咱们都是同一个目的，别死。这件东西不错吧？商代晚期的，传承清晰。您是？苏盛比亚洲区副总仪高天策。我叫沈一晨，
想问您一下这件青铜雷的来历。大阪松本孝弘先生的旧藏。松本先生是著名的收藏家，去世后其家属委托我们拍卖，来源清晰，没有争议。那您知不知道这件东西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到松本手里的？沈先生，这个问题我们不太方便回答。是不方便还是不敢？沈先生，您想要这件东西可以参加拍卖，但如果您想查它的来历，我劝您收手。谢谢提醒。陈叔，帮我查一下松本孝恒跟山田一郎的关系，越详细越好。松本孝弘，大阪人，开钢铁厂的。他跟山田一郎的关系不一般。松本的公司是山田一郎走私文物进入日本后的主要洗白渠道。松本以收藏为名，把走私的文物合法化，然后再转手卖出。松本死了，谁接替了他的位置？他的儿子松本健太。但松本健太不搞文物，只搞钱。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这批遗产能卖多少钱。所以青铜矿的拍卖是松本健太推动的。对。而且他本人会来香港参加拍卖会。好，那我就在拍卖会上会他。下一件拍品，商代晚期青铜刀贴纹蓝，起拍价200万港币。300万，500万，550万，800万。1000万，2000万，你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件东西你不应该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父亲是怎么得到它的，你不知道，还是装作不知道？你现在撤拍还来得及，否则我会公布这件商代青铜望是怎么从被盗掘走私到樱花果，再被你合法的。撤拍。松本先生，请您上车谈谈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知道我父亲的事？我叫沈逸晨，我父亲叫沈怀瑾。你父亲跟山田一郎合伙，从中国走私了多少文物，你心里清楚。这件青铜狼只是冰山一角。你想怎样？勒索？要钱？我不要你的钱，我要你公开承认你父亲参与的文物走私网络，提供证据。你疯了吧？我不会自掘坟墓。那你就会失去更多。你父亲留下的财产有多少是干净的？我会一点一点查，一件一件曝光。到时候你失去的不只是这尊青铜蓝，而是你整个家族的信誉。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考虑。兄弟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林世荣那边出事了。什么事？
有人在他工作室外放了一把火，烧了一半。警察说是意外，但我看不像。林世荣人呢？失踪了，火灾第2天就不见了。他不是失踪，是跑路了。谁放的火？是给他警告，还是有人想灭口？我觉得是后者。你从山田大介手里拿到了账册，山田正雄一定知道，他怕你继续往下挖，所以把自己消失了。不对，他不会消失，他还有更大的局没做完。更大的局？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做文物走私，他做的是替代。替代？他把真品截留下来，用赝品替换，那些赝品卖到海外。赚的是钱，真品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被他藏起来了。他有一个私人收藏，全是顶级国宝，不是1-2件，是上百件。那他现在跑了，那些藏品呢？找到了那些藏品，就找到了林世荣。你查到了什么？林世荣在上海应该至少有一个秘密仓库，存放他截留的真品。我翻了他工作室的废墟，找到了一张纸条。周庄的沈宅，那是清末一个沈姓盐商的宅子，后来荒废了。我查过，那座宅子在5年前被一个新加坡公司买下，那个公司的法人是林世肉的大学同学，一个新加坡华人。你觉得真品藏在那个宅子里？去看了才知道。编号 A037， 西周大吴鼎形真品。天哪，这至少有200件。不止，这只是上海的一部分，他在其他地方可能还有。这是林世荣的日记本，上面全是日文。他说，他计划在5年内把这一批藏品全部运到日本，在大阪建立一个亚洲艺术博物馆，以博物馆为掩护，继续从事文物走私。他父亲山田一郎也是这个计划。不，他父亲只是想赚钱，他不一样，他要的是控制权，他要成为连接中日古董界的唯一桥梁。谁想买中国文物，都得通过他。哼，野心真大。林世荣在这里写的是，我父亲太软弱了，所以必须死。走吧，
这些东西不能留在这儿。明天通知文保局。这批东西全是国宝级的。这是林世荣，也就是山田正雄在上海的秘密仓库，还有一本日记，记录了他的计划和犯罪事实。我们会立即查封，但林世荣本人他失踪了，但我知道他会去哪里。哪里？日本，他逃回日本了。我需要去日本。那是他的地盘，你会死的。那也得去。如果不抓住他，他换个名字，换个地方，还会重来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您在上海还有事，盯着松本健太。如果他愿意合作，他是我们扳倒林世生的关键证人。好。沈一晨，你让我丢了家主之位，这笔账我记着。二小姐，您记着也好，忘了也罢，对结果没影响。二小姐，现在不是翻脸的时候，老爷还在，萧家的规矩还在。文保局怎么说？查封了沈宅，237件文物全部收缴。林世荣被通缉了。那他本人呢？失踪。我怀疑他已经从水路回了日本。你要去日本追他？非去不可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萧家在上海，有人盯着就行。不行。你去了，萧家这边怎么办？萧曼婷还在虎视眈眈，你必须在上海坐镇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死在日本。你保证？行，我保证。你就是沈一晨？是。帮我大女儿赢了家主比试，又替萧家找回了被调包的古董。你知不知道萧家上下有多少人想杀你？知道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我更怕对不起自己。你跟你爹一个脾气。沈怀瑾当年也是这样，认准了一条路，死不回头。您认识我父亲？何止认识，我们是拜把子的兄弟。你父亲当年在上海滩开古玩店，我是他的常客。你父亲出事前1个月来找过我，他说他查到了一个倒卖国宝的组织，核心人物是日本人。他把这只信封留给我，说如果他出了事，就把这个交给你。你父亲说，这条航线是那个组织走私文物的生命线，只要能截断它，组织就会乱。那几个停靠点有人接应吗？有，地图背面写着名字，都是你父亲当年安排的人，现在还活着的不多了。谢谢您。不用谢我，这是我欠你父亲的。你父亲当年追查的那个组织叫鹰会，头目是一个日本人，代号鹰先生。你父亲一直没查到他的真实身份，只查到他的一个习惯，他每次交易后都会在文物上盖一个樱花纹的火漆印。
我见过林世荣的工作室里就有那种火气。林世荣就是山田正雄，他是鹰会的第2代头目，他父亲山田一郎是第1代。山田一郎是怎么死的？是他儿子杀的。山田正雄不想等，他要提前接手鹰会的全部网络。您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山田一郎临死前让人送了一封信给我，他在信里说：“防我子，甚于防敌。”父子相残，为的是钱和权。这行当里的人比文物更黑暗。去吧，船票我已经让人帮你订好了。明天早上8点，16铺码头，货轮和平号。您都安排好了？你爹当年帮过我，我这辈子不做亏待人的事。你真的不带人去？带人反而碍事，我一个人目标小。兄弟，这里面是我帮你准备的家伙，1把勃朗宁手枪，1把个弹夹，还有1点美金，够你在日本花一阵子。你从哪弄来的手枪？冷姐给的，她说你在日本用得上。上海这边交给你了，盯着肖曼婷和金野，别让他们趁我不在搞事。放心吧，谁敢动兄弟你的女人，我砸了他的店。到了日本，先找这个人。他叫高桥一郎，是我父亲的老朋友，在大阪开古玩店。他在日本古玩界有地位，能帮你打探消息。他怎么愿意帮我？因为他欠我父亲一条命。走了。肖老爷子给的地图有那条走私航线，航线从上海出发，经舟山群岛，先到琉球，再到日本九州。地图背面的标注的5个人，死了其中2个，一个是病死的，另一个是失踪的。这个失踪的人多半是被灭口了。按照信和地图的推测，剩下的3个人在九州鹿儿岛的松本商社那里。九州鹿子岛松本商社。沈先生，我是松本商社的司机，社长派我来接您。你们社长是谁？松本健太。他怎么知道我要来？有人告诉他。
沈先生，没想到我们会再见面。我也没想到是您派人来接我。是陈叔告诉我的，他说你要来日本，让我照顾你。陈叔，陈文仓，我父亲的故交，他知道的事情比你我加起来都多。您为什么帮我？因为我父亲留下的一封信，他在信里说，山田一郎不是他的合作伙伴，是他的主人。他们家在战前就是鹰会的下线，战后靠走私文物起家。所以您不想再走这条路了？我不想走，但我也走不出去。鹰会的人盯着我，如果我公开背叛，他们会杀了我。那您现在想怎样？这是我整理的山田正雄在日本的活动记录。他从上海回来的途径，他在大阪的藏身地点，他接触过的人都在里面。这是我的投名状，我帮你找到山田正雄，你帮我摆平鹰会。我不是杀手，我能帮你的是，等山田正雄倒台后，鹰会群龙无首，你可以利用你父亲留下的关系网，取而代之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不想做文物生意，你是想做干净的文物生意。山田正雄倒了，鹰会的渠道就断了，谁最早补上这个缺口，谁就能吃下最大的蛋糕。你很危险，跟你合作等于与虎谋皮。那您赌不赌？你就是沈怀金的儿子？是。你长得像你娘，不像你爹。我跟你父母都认识，你娘年轻的时候来日本学习修复技术，在我家住过3个月。你爹追她追到日本，差点跟我打了一架。您跟我父亲打过？没打成，你娘护着他。你来找我是为了山田正雄的事？是。松本健太给了我一份他活动的记录，但有些地方我弄不明白。山田正雄回日本后住在大阪在世的一栋别墅里，但他很少出门，日常事务都交代他的副手中村良平处理。中村良平是什么人？山田一郎的徒弟，修复技术一流，但没有山田正雄那种野心。他是被山田正雄用把柄控制住的。他年轻时参与过一起盗墓案，差点被抓，山田一郎救了他。所以他对山田正雄有感恩之心？不，他是恐惧。他知道山田正雄杀了他父亲，也知道自己是下一个，但他没有勇气反抗。那就给他勇气。你想策反他？不是策反，是给他一个台阶下。您要找中村先生吗？他每周末都会来我这里喝酒，今天就是周六。你是谁？一个想跟您做交易的人。我不认识你。您认识山田正雄就够了。山田正雄从上海回来了，但他带回来的不是文物，是麻烦。上海警方正在通缉他，文保局查封了他藏在周庄的200多件国宝，他完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叫沈义晨，我父亲叫沈怀金，被山田一郎害死的中国人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告诉我山田正雄藏在哪里，告诉我他下一步的计划。你以为我不想离开他，我走不了。他手里有我的把柄。那把柄我可以帮您解决，只要山田正雄倒台，那套把柄就没有意义了。明天晚上他会在别墅里见一个人。谁？一个中国人，上海来的。
你来得太晚了。路上有人盯梢，甩了2次才脱身。上海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沈一晨拿到了你的账册，文保局查封了沈宅，你现在是通缉犯。通缉犯？我在日本，他们能拿我怎样？问题是松本健太那边好像松动了，他最近跟沈一晨有接触。松本健太，他父亲都不敢背叛我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但他手里有你父亲的很多记录，如果他反水，他不会反水，因为他怕死。那沈一晨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不是要来日本吗？让他来，来了就别回去了。那我先走了。陈叔，那个说我儿子替山田一郎做事被灭口的老人，竟然是山田正雄在上海的内线。陈万仓，他是山田正雄的人。你确定？我亲眼看见的，他坐在山田正雄的客厅里，帮山田正雄分析上海那边的局势。他在香港帮我，是为了接近我，掌握我的动向。陈万仓在香港做了30年的古玩生意，谁都以为他是中立派。如果他是山田正雄的人，那你在香港的一举一动，山田正雄早就知道。所以他才会提前把沈宅的藏品转移一部分。我来日本之前，他通过松本健太接近我，就是想让我觉得松本健太是盟友。实际上，松本健太也是他棋盘上的棋子。松本健太未必知道陈万仓的真实身份，陈万仓可能在利用他。不管怎样，我不能继续相信松本健太了。我需要一个新的切入点。中村良平。你想直接见中村？见过一次，不深入。我需要他给我提供山田正雄的下一步计划。明天下午，中村会去京都的一个修复工作室，这是地址，你可以偶遇他。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高桥先生告诉我的。你不该来找我。山田正雄最近怀疑身边有人出卖他。那是因为他本来就疑心重。您跟了他那么久，应该比我清楚，他对谁都留一手。中村先生，我问您一个事：山田正雄从上海回来之前，是不是让陈万仓在香港处理过一批货？你怎么知道陈万仓？我看见他去山田正雄的别墅了。陈万仓是山田正雄在香港的代理人，他负责把从中国运出的文物洗白、变更来源、伪造传承记录，再卖给海外买家。那批货里
有没有一件唐代鎏金铜佛，武则天大云寺的那尊？有，那件是山田正雄亲自经手的，本来应该上架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被撤了下来。因为我把他从陈万仓手里换走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说过，我叫沈一晨，我父亲叫沈怀瑾，被山田一郎害死的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山田正雄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？他不可能只是在日本躲着。他在筹备一场地下拍卖会，地点在京都的岚山，时间是下个月15号。压轴的拍品是中国流失海外的元青花国滚子下山大罐。那件东西不是在国外吗？山田正雄说，他有渠道从欧洲的一个私人藏家手里回购，但实际上，那件东西一直在他手里，是他父亲当年从中国运出来的，一直藏在欧洲，现在时机成熟了，他要变现。我知道了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，如果那件东西是真的，价值至少在2亿人民币以上。山田正雄把它拿出来拍卖，说明他急需现金。为什么急需现金？因为他在上海和香港的渠道断了，秦伯年被抓，周庄的仓库被查封，他在中国大陆的网络已经瘫痪。他现在需要大量的钱重建网络，所以那场拍卖会是他的救命钱。如果你能搅黄那场拍卖会，他就完了。怎么搅？我又不是警察。你只需要让买家知道那件元青花是假的，但它是真的。我知道它是真的，但你可以在拍卖会开始之前放出一个消息，说山田正雄手里的那件元青花是高仿，真品还在欧洲的藏家手里。他会反驳？他怎么反驳？那件东西没有公开的传承记录，他说是真的，你说可能是假的，买家会信谁？谁都不敢赌2个亿。这只能搅黄拍卖会，不能抓住他。你抓住他干什么？你不是警察，你要的是他不能翻身。消息从哪里放出去，才会让他们信？古董圈不信正面声明，只信风声。风只要从对的地方吹出来，整间屋子的人都会先捂住自己的钱袋。沈先生，山田正雄最怕的不是别人说他卖假货，他最怕买家开始怀疑。人我给你搭上线了，欧洲那边几个大收藏家的代理人都能说上话，你要放什么风，自己把握分寸。只要让他们知道山田正雄手里的鬼谷子下山可能不干净，这种话一出去，收不回来。我要的就是收不回来。好了，我现在给欧洲代理人打个电话。我提醒您，山田正雄那件元青花传承链有问题，尤其是鬼谷子下山这个名头，最好别急着下肚。是谁走漏的消息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但消息源是从欧洲那边传过来的。不可能，欧洲那边只知道我有一件元青花要卖，不知道是鬼谷子下山。是不是你？我跟了您20年，我为什么要背叛您？因为你怕死，你怕我哪天不高兴，把你当年盗墓的事儿捅出去。那您现在就可以动手，我无所谓，反正我这条命是您父亲救的。不是你就好。去查出来是谁传的消息，杀了他。
各位贵宾，今晚的拍卖正式开始。接下来是今晚的拍品元代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，起拍价2亿日元，2亿日元起拍，有没有贵宾出价？2亿1000万，2亿2000万，4亿，5亿，5亿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5亿1次，5亿2次。我要求验货。按照规矩，拍卖结束后才能验货。规矩是人定的，我不验货就不付款。让他验。这是赝品。你胡说！第一，元青花的胎土烧成后胎色偏灰，您这件胎色太白了。第二，元青花的釉面是青白釉，泛淡青色，您这件釉面是透明的。第三，真品的火石红是自然晕散的，您这件是人工涂抹的，紫光一照，荧光反应已经出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一个买家，一个不想被骗的买家。刚才的验货过程已经录下来了，如果今晚我出不了这扇门，这段录音会出现在明天日本各大报纸上，标题我都替你想好了。大阪古玩商山田正雄拍卖假国宝，当场被拆穿后行人，让他走。山田先生，下次造假记得用心一点。沈先生，您不该这么冲动，山田正雄不会放过您的。我知道，但他现在自顾不暇，拍卖会砸了，他的金主们会找他算账，他没空来追我。您不了解他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您呢？您打算怎么办？我想离开。离开去哪里？不知道，只要能离开他，去哪里都行。去上海找这个人，他会安排您落脚。为什么帮我？因为您是山田正雄身边唯一一个知道所有内情的人，我需要您将来作证。我明白了。你砸了他的拍卖会，他不会让你活着离开日本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今晚就走。走不了，山田正雄的人已经守在码头和机场了。那你有办法吗？明天凌晨3点，有一艘渔船从和歌山出发，去釜山。到了釜山，你再转船回上海。这条路线他想不到。您连这都准备好了？因为我知道你会把他惹毛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爹当年也帮过我，咱们两清了。从后门走，别回旅馆，别去你去过的任何地方。今晚之前，你必须从京都消失。明白。
那些是山田正雄的人吗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什么好人。是我。你没事吧？日本那边传来消息说……我没事。拍卖会砸了，山田正雄急了。你快回来！上海这边也不太平，你走之后，萧曼婷跟金爷又闹了一次，幸亏冷姐压住了。还有多久能到上海？最快的船，后天早上到。好，等我。兄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林世荣不，山田正雄，他疯了！怎么了？你走之后，他让人在上海放了2次火，一次烧了冷姐的一个仓库，一次烧了慕容家的一个铺子。虽然没有人员伤亡，但损失不小。慕容家，他跟慕容锦有仇？不是有仇，是慕容老爷子一直在查他。老爷子手里有一本老账，记录了山田一郎当年在上海的活动。山田正雄想抢那本账，账现在在哪儿？慕容老爷子死了，临死前把账交给了慕容锦。慕容锦现在在哪儿？躲起来了，冷姐把他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山田正雄在日本待不下去，就会回上海，他已经没有退路。那怎么办？等他回来。等他回来？只有在上海，他才是猎物，因为在上海，他不是山田正雄。沈先生，您回来了。您还好吗？冷姐照顾得很好，只是爷爷走的时候，我没能见到最后一面。这就是我爷爷留下的，上面记录了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结束，山田一郎在上海经手的每一笔文物交易，买主、卖主、价格、运输渠道，有些地方还标注了赃物、盗掘、伪作。这东西如果公开，能牵出一大批人。所以我爷爷一直不敢公开，他说有些人的势力太大。现在动得了吗？您觉得呢？动得了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我需要用这本账册做饵，钓鱼。林世荣不，山田正雄已经入境了。昨天晚上，他从大连坐火车到上海，住进了法租界的一栋洋房。地址：霞飞路189号，是他一个日本商人的朋友名下的产业。他一个人带了2个保镖，陈万仓也跟着他一起来了。他回来是为了慕容家的账册，账册里有他父亲当年经手的交易记录，其中有一部分是他经手的。如果账册公开，他在日本也待不住，那些买账册里文物的人会找他算账。那你打算用账册引他出来？不是引他出来，是让他来找我。沈先生，陈叔，不请我进去坐坐？沈先生，您胆子很大，比不上您。
您从日本跑回上海，胆子也不小。我回来是因为有件事没做完。慕容家的账册，那本账册里有我父亲当年的全部生意记录，如果落到警方手里，我父亲的名誉就毁了。您父亲的名誉？他一个文物走私犯，有什么名誉可言？沈先生，您说话还是这么不客气。我说话不客气，是因为您做的事不值得客气。那本账册您出个价。我不卖。那您想怎样？我想让您自首。自首？我在中国自首，判多少年？20年还是无期？沈先生，我不会坐牢。那您就只能等死了，不是死在我手里，是死在您那些合作伙伴手里。您父亲的账册一旦公开，有多少人会找您算账，您比我清楚。沈一晨，您没有证据，账册是慕容家的私人物品，不能作为法律证据。那这份呢？这是松本健太整理的山田正雄在日本的活动记录，里面有您经手的12起文物走私案的具体细节。您输定了。沈先生，您还是太年轻，我在这个行当里混了30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。你以为这几张纸就能扳到我？我不怕坐牢，我怕的是输给您这种人。那您就输吧。账册和文件的原件我已经交给了文保局，24小时内，如果我没有从这间屋子里走出去，他们会把副本发给各大报社。您敢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交易。您自首，我撤回报社的副本；您不自首，那就鱼死网破。给我3天时间考虑。1天，明天这个时候我等您的答复。他答应了。他说要考虑1天，但我不信他会自首，他在拖时间。那他下一步会怎么做？他有2种选择：第一，杀了我，抢走账册和文件的副本；第二，逃出中国，再也不回来。你觉得他会选哪个？第一个，因为他是山田正雄，他输不起。今晚我不住这儿，我要去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，你们也转移。去哪儿？16步码头，我睡船上。准备好了。沈先生，别动！陈叔，您来杀我。我不想杀您，但山田先生说了，如果您不交出账册和文件，今晚就是您的死期。那您知道账册和文件在哪儿吗？您不知道，山田正雄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死了。账册和文件明天照样会出现在报社。我可以向山田先生建议。您建议了有用吗？在他眼里，您只是一条狗。沈先生，您说话太难听了。难听的话，往往是真的。陈叔，您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您告诉我，您儿子是替山田一郎做事被灭口，但您查过没有？杀您儿子的是山田一郎，还是山田正雄？您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您替杀您儿子的人卖命，值得吗？沈先生，您怎么知道是我儿子的事？我在日本的时候查过山田正雄的旧档案，有一份记录写的是陈世子知情过多，灭口执行人正雄。我不知道是他。现在您知道了，您还要替他杀我吗？陈叔，您帮我做一件事，做完这件事，我替您儿子讨回公道。
什么事儿？带我去见山田正雄，现在。你带他来的？山田先生，对不起。您收买了他？我没有收买他，我只是告诉他一个事实：您杀了他儿子。他说是他儿子死在我父亲手里，您有什么证据说是我？这是您父亲当年的记录，上面写的执行人郑雄是您的名字，笔记是您父亲的，您可以对比一下。您信他？山田先生，我替您家卖命20年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求一个真话：我儿子到底是谁杀的？是我杀的。他话太多了。现在轮到您了。沈一晨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还没赢，但你已经输了。那我们就赌一把，你赢了，我跟你走；你输了，你把账册和文件交给我。赌什么？你父亲沈怀瑾当年跟我父亲赌过一次，赌的是眼力，看一件瓷器。我父亲赢了。我父亲没有输，他只是不屑于跟骗子比。哼，好，那今天我们不比眼力，比别的。这是我父亲留下的，他说这是唐代的，我说是宋代的，你来断一下。断对了，我跟你走；断错了，你把账册和文件给我。这是明代的，珠子是沉香木的，包浆温润，但纹路走向不对。唐代的沉香念珠用的是海南沉香，纹理细腻，明代才开始用儋州沉香，纹理粗犷。这串珠子有明显的占城沉香特征，而且穿珠的绳是明特有的三股丝绳，唐代用的是棉绳。愿赌服输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山田先生，你杀了我儿子，这笔账我要先跟你算。陈叔，别！报警，叫巡捕房。杀了他！开枪！枪一响，这本账册里的内容明天就会出现在报纸上，到时候你们每个人，包括你们在日本的家人，都会被调查。你们替他卖命，他给你们多少钱？够你们一辈子花吗？他倒了，你们还能领到钱吗？你们你输了。沈一晨，我还会出来的。你出不来。
这些东西足够把山田正雄送进监狱。但他背后的组织呢？组织？他父亲死后，组织已经散了，剩下的人要么听他的，要么跑路了。他倒了，组织就彻底没了。你父母可以安息了。还没有，还有一件事没做完。什么？那批被他截留的文物，有一部分还在日本，我要把他们追回来。你还要去日本？不是去日本，是通过合法渠道追溯。山田正雄倒台后，他在日本藏匿的文物会被查封。根据国际公约，流失海外的文物可以申请返还。这个过程会很漫长。我知道，但不做，就永远拿不回来。我爷爷的那本账册，能帮上忙吗？能。账册里有每一件文物的原始来源记录，可以证明它们是非法流失的，这是铁证。那我呢？我能干啥？你帮我盯着上海的古玩市场，别再被人骗了。那不能，我现在精着呢。你打算把这些东西都捐给博物馆？一部分捐，一部分留着，放在萧家的展馆里，让普通人也能看到。那你自己呢？你以后打算做什么？继续做我该做的事。古玩行里骗局不会因为山田正雄倒台就消失，只要有人贪，就有人骗。那你就是打算当一辈子捉鬼的？差不多。那我陪你。你萧家的事呢？萧曼婷已经认了，她现在专心做生意，不争家主了。金爷也跑了，听说去了南阳。这是我爷爷生前最喜欢的花。他说，等流失的文物回来了，一定要去坟前告诉他。我陪你去。从日本寄来的，高桥一郎写的。山田正雄已认罪，应会正式解散，你父母的仇报了。父母常说，古玩不是玩物，是历史。毁了一件，就断了一段；追回一件，就续上了一段。我不知道我能追回多少，但只要我还在这个行当里一天，就不会让那些东西流到不该去的地方。娘，爹，我带他回家了。兄弟，走了，吃饭了。当时中座开判了。